个迷因币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价值？因为我们看到在2025年，加密货币市场至少有2个迷因币的高潮，一个是 Solana 链上曾经迷因币火爆过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川普一家人在上面发币，带动了 Solana 上迷因币的火爆行情。第二个是币安智能链上最近以中文命名的迷因币，狠狠的火了几天，特别是币安人参、客服小盒等等这几个币种。我们都知道迷因币它总体上讲是暴涨暴跌的，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发行的川普币在暴涨之后都经历了暴跌，币安人参这一类更加是如此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迷因币它到底有没有价值，将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东西，从投资的角度怎么去看。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讲这么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什么叫迷因币？第二，我们要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来看这一类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它，然后再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们首先看什么是迷因币。中文有时候译为迷因币，有时候译为魔音币，其实都是个音译，英文叫 meme coin。 这个 meme coin 它就是来自迷因这个概念。这个迷因这个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简单的说，就是它类似于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基因。迷因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当中提出来的。他在1976年发表了他的著名的著作叫《The Selfish Gene》。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一个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与生物学当中的基因相类比的一个概念，所以叫做迷因。这个迷因是来自希腊语里面的叫 mimer， 是被模仿的东西。他把 meme 跟这个基因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基因它是可以传承和复制的，而这个迷因就是社会层面上的一种可以通过复制和变异来传播的，所以它通常就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当中通过模仿、分享和演化传播的一种思想、行为、风格或者符号。简单说，迷因就像是文化当中的 DNA， 文化当中的基因，它能够快速的复制变异，并在人与人之间扩散。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迷因就用来指任何可以被模仿并且快速传播的文化元素，例如一个笑话呀、一段旋律、一句口头禅，甚至一个宗教信仰或者一个时尚的趋势。所以它强调的是传播性和适应性，就像病毒一样，在特定文化环境当中流行开来。这就是迷因的起源。那么有了互联网以后，互联网的低门槛和高效传播的特点，就使得这个迷因在网络上就更普遍了。所以我们通常把它称为网络迷因，或者叫网络梗，就是通过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的一些幽默内容，包括搞笑的图片、视频、表情包等等。最早的迷因币主要就是来自表情包的，而现在的迷因币很多都是跟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跟某个社会名流有关。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迷因币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2013年，最早是狗狗币，就是说 Doge， 后来马斯克非常推崇的。就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基于一个市场上广泛流行的一个财犬的表情包。那么它其实最初是一个程序员的恶作剧的项目。这个程序员他就其实采用了当时狗狗币的灵感，是用来讽刺加密货币的。譬如说，你比特币理论上讲，你开源了以后，你的代码每个人都可以复制一份，然后换一个名字，我就可以发展出一个自己的加密货币，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山寨币。结果没想到这个 Doge 狗狗币呢出来以后快速走红，并在2014年通过 Reddit 社区的慈善活动获得了病毒式的传播。那么在2020年到2021年加密货币市场的牛市当中，迷因币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特别是在推特上受到 Elon Musk 这样的一些名流的推文的影响，狗狗币的价格一度暴涨数千倍。所以我们知道狗狗币现在已经成为前几大加密货币的币种。那么到2025年以后，特别是川普当选总统以后，迷因币的生态进一步多元化，就不仅限于动物的迷因币、表情包的迷因币，还扩展到政治人物啊、动物明星或者全球事件等等。如今迷因币已经成为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独立的子类型，市值的总和已经超过几百亿美元。但是
由于它的暴涨暴跌高投机性而饱受争议。它的这种暴涨暴跌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人在川普币或者在币安人身上赚了很多钱，一夜暴富，但是更多的人呢是亏到血本无归。我们简单说，冥币它跟像以太坊这些公链或者有功能性的这些加密货币是有显著区别的。基本上我们用传统的观点看，就是觉得冥币其实它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所以它主要特点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它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可以说，因为通常大多数冥币它都没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像我们讲一条公链，你是可以提供一条区块链上的高速公路的；一个 DeFi 你是可以提供实际的金融功能的。NFT 至少你还有数字收藏的实际应用场景。但是冥币往往是幽默的段子或者空洞的承诺写在白皮书上，通常它都是在公链上发行，代币的供应量都很大，价格非常低廉，用低廉的价格去吸引散户，扩建社区。第二个特点，它主要是通过社区驱动的，所以它的价值主要是依靠社交媒体和社区的炒作来维持。持有者往往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军团式的粉丝团体，通过像文化迷因、表情包、病毒营销来进行推广。例如史币，也就是财产币，它出来的时候就自称是狗狗币的杀手，它的社区就是史币军团，通过 Reddit 和 Discord 等社交媒体推动项目的发展，是主要靠社区来驱动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流行文化，往往是幽默和趋势导向的，有些甚至是专门用来做政治讽刺，所以它完全没有实际功能。第四个特点，价格具有高波动性，非常容易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例如很多冥币都是靠社会名流在推特上喊单而形成价格波动，一条推文或者名人喊单就能导致价格的暴涨暴跌，有些甚至在几天之内就崩盘了。所以冥币更像是赌博而不是投资。所以其实很多玩冥币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他们也就是到这个市场来赌一赌。因此市场上通常的说法，特别在一级市场上玩魔音币的，他们都把它称为叫做打土狗，就是去打狗，希望能找到金狗，这样的话可以一夜暴富。那么这个冥币用传统的观点看它没有实际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说从市场的角度看，存在就是合理的。你说它没有价值，可是它又很值钱，那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我因为长期从事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资产价格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用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来帮我们去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资产它的价值特征。所以我就构建了这样一个资产价值的分析框架。我把这个资产的价值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内在价值，一个叫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绝大多数冥币它都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但是为什么它还值钱呢？我们可以用情绪价值去解释它。当然这个情绪价值不是我们日常口语里面讲的你为别人或者别人为你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们用的是行为金融学的一个概念，叫做投资者的情绪，代表的是市场的非理性，所以它是由市场的非理性驱动所带来的这个资产价值。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资产就可以区分为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两个部分。内在价值就是它的实际功效所带来的价值，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现金流的贴现。譬如说房子为什么有价值？因为它可以给你提供住所，或者说你用来出租，它可以给你带来租金，租金叫现金流。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未来的所有的现金流贴现就构成了它内在价值。所以内在价值指的是一个资产的现金流贴现。如果一个资产你是自用的，并不产生现金流，没关系，它可以有机会成本或者机会收益。这个机会成本或者机会收益，你把它折算成一个现金流，它相当于跟现金流是等值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把所有的现金流一贴现，就是它内在价值。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内在价值，它都可以有情绪价值。所谓情绪价值，就是由于市场的非理性的情绪，譬如恐惧和贪婪，它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上下波动。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资产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例如我这里画了一个四象限的模型，我把横轴表示内在价值，纵轴表示情绪价值。根据这个资产的价格在大多数时间里面，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在其中的占比，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象限，在不同的象限里处于不同的位置。譬如说有些资产它是有很高内在价值的，它的价值
可能大部分是由内在价值构成的。那有些资产它大部分是情绪价值构成的，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资产架构，比如说有高内在价值，同时也高情绪价值，高内在价值低情绪价值，而低内在价值它有高情绪价值，低内在价值低情绪价值。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一个房子，很明显房子的价值它主要来源是来自租金，来自现金流的，所以可以说房子是具有很高内在价值的。但是同时房地产市场很容易产生恐惧贪婪，被作为一个投资品，所以这个时候房地产也有很高的情绪价值。所以在既有内在价值又有情绪价值的情况下，这个资产就是一个高波动的优质资产。就这个资产本身是好东西，但同时它又有很高的波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它低价值的时候，它可以作为一个好的投资品。当它价值过高了以后，它就不再适合作为一个好的投资品了，因为它是一个泡沫资产。是这个，我们对房地产，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得到解释。那同样，我们可以来分析这个人民币，它有没有内在价值？没有。它有没有情绪价值？有，它的情绪价值很高。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人民币它都可以有很高的情绪价值呢？那可不一定。有些人民币它是没有内在价值，同时它的情绪价值也很低。那么它的情绪价值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由市场的共识。而市场的共识它有大的共识，有小的共识，有长期共识，有短期共识。譬如说哪些共识大，哪些共识小。由市场名流驱动的共识，它就是大的共识。譬如伊隆马斯克对狗狗币的驱动，由于伊隆马斯克是推特上数一数二的大 V， 再加上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又是世界首富，所以他对狗狗币的价值驱动影响力是非常强悍的。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大共识，就使得狗狗币成长为前10大加密货币的币种。那么我们再来看，譬如说像比特币，比特币它有没有内在价值呢？严格意义上讲，比特币也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所以巴菲特曾经说过，比特币是一个没有价值的资产，我是不会买比特币的。所以比特币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但是比特币是区块链的原教旨主义产品，所以只要你认可区块链，那你一定离不开比特币。所以比特币是区块链上的最大共识的产品，所以它有大共识，而且这种大共识可以是长期共识。因此比特币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6年的高速成长。那么以太坊有没有内在价值呢？作为一条公链，以太坊提供了智能合约，而智能合约上面是可以架构产品的，可以架构 DeFi 等等各种功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以太坊是有内在价值的。那以太坊有没有情绪价值呢？当然有了，因为以太坊上的共识很大，它是第2大加密货币品种，所以以太坊是一个既有高内在价值又有高情绪价值的产品，这就是属于高波动的优质资产。川普币有没有内在价值？没有。那川普币有没有情绪价值？当然有了，因为他是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所以川普币具有极高的情绪价值，它容易暴涨暴跌，它有很大的共识。但是川普币有没有长期共识呢？除非川普作为总统能够像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或者像 Abraham Lincoln 这样的垂名青史的总统，他才会具有长期价值，否则川普卸任以后，川普币的价值就会大幅下跌，因为它很难构成一个长期共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简单的框架可以去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资产。所以我在这张图右边写了几句话，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框架去构建投资策略。首先，不同的资产具有不同的价值比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种类型，4个象限：高内在价值、高情绪价值、高内在价值、低情绪价值、低内在价值、高情绪价值、低内在价值、低情绪价值。OK。第二，内在价值具有相对稳定性，因为它现金流贴现可以用估值方法来估的，而情绪价值容易滋生资产泡沫，所以情绪价值是大波动，是可以做波段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去做投资策略的话，下面3句话就是针对投资策略的。首先，战略配置侧重于内在价值产品。如果完全没有内在价值，你去做长远的战略配置，那你可能迟早会亏大钱。战术配置就可以针对情绪价值进行调整，所以你做战术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针对市场的泡沫的程度来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要回避完全没有内在价值的产品，除非它有极大共识。就我刚才讲的比特币，你也可以认为它没有内在价值，但是它有极大共识，而且它是长期共识。但是像川普币，我们说它也是有极大共识，不过它没有长期共识。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评估这个民营币，譬如说币安人参，它为什么可以在短期内大涨呢？因为币安是加密货币市场上最大的中心化平台，所以因为某个网络梗的传播，就会使得它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它是不是具有长期价值呢？它有多大的共识？有巨大的共识和长期的共识吗？这个不一定。所以对于这种民营币，我们要非常谨慎。我最后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把我们刚才讲的对不同的类型的资产它的投资策略的一个思路，用一个思维导图给大家再做一下总结。首先，资产价值我们把它分为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两个部分。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组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叫高内在价值，一种叫低内在价值。那我们先看低内在价值的。低内在价值里面又分两种情况 ，OK， 一种叫高情绪价值，一种叫低情绪价值。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低情绪价值，我们从下面往上看，低情绪价值、低内在价值，既没有内在价值又没有情绪价值，这资产要不要？这个我们叫垃圾资产，所以对待它怎么办？远离它，这就是我们对它的策略。所以这一部分资产我们就解决了，这就相当于刚才在四象限图里面第三个象限里的资产就是低内在价值、低情绪价值。好，第二个象限里的资产就是低内在价值，但是它高情绪价值。它没有内在价值都可以，但是它有高情绪价值。那高情绪价值我们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高共识，一种是低共识。情绪价值很高，但是共识很低。它没有内在价值，有情绪价值，但情绪价值是低共识，这叫垃圾资产，也是垃圾资产，要远离。OK， 但是如果它有高共识，它就是高投机资产，我们这个时候得看，你要尽可能早期介入，你越早介入，你就越容易赚钱。所以这个是低内在价值的资产，我们大概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应对策略。那么高内在价值里的资产，我们又把它分为高情绪和低情绪。好，低情绪资产我们也从下面往上看，是低波动的优质资产，它内在价值很高，但是它波动又不大，这种资产好不好？非常好，所以适合于做战略投资。那么战略投资我们就可以采用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譬如买入持有法，我长期持有它，或者是做收益再投资，这种资产很稳健。譬如说像巴菲特那样买的一些资产，就是高内在价值、低情绪价值的资产，低波动的优质资产。所以他买的就像可口可乐啊、吉列剃须刀、喜事糖果这些，还有包括稳定以后的苹果和 IBM。苹果和 IBM 高增长的时候他是不买的，他要等他们稳定以后他才买，所以这就是低波动的优质资产。那你可以滚动做投资。那么高内在价值的资产呢，它也可以有高情绪价值，所以这个是最上面这一种了。那么我们把它称为高波动的优质资产。毫无疑问它是优质资产，但是它情绪价值也很高，是高波动的优质资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可以对它战略投资，又可以对它做战术投资。战术投资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中间加入周期的成分，加入高抛低吸的成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配置方法。譬如我前面有视频讲过的做法叫双动量，那你就考虑了战术的层面。还有定投，定投就是时间层面的分散化。譬如说像加密货币的，它的波动很大，所以我们其实很适合做定投，就是你每个月投1000块钱的话，那么当价格下跌的时候你可以买到更多，当价格上涨的时候你可以买的更少，但是你会赚钱。还可以有恒定混合法，你给它一个固定的比例，例如你把你的钱分成几个部分，股票市场投一个固定的比例，债券市场投一个固定比例，贵金属投一个固定的比例，然后加密货币投一个固定比例。你这几个资产有固定比例以后，你每年根据它的涨跌情况，比例会发生变化，怎么办呢？当它的比例发生变化以后，你就按照原先设定的初始比例做调仓，把仓位调整以后，使它回到原来的比例。你看这样一来，我们就说通过这张思维导图，我们把刚才的4象限图再进一步具体化了。对于不同类型的资产，我们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回到我们这个视频的主题，对于民营币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首先，低共识的民营币我们应该怎么样？远离它。高共识的民营币要早期介入。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那你就要像巴菲特这样，不要去碰这种高波动的资产，因为它没有内在价值。像巴菲特这样作为价值投资者，他只关注内在价值，情绪价值不在他考虑范围里面。如果情绪价值要考虑的话，那就是高内在价值的资产，当它出现市场极度悲观、价格低估的时候，才是它的入场点。这就是我们用一个简单框架，把人民币在内的各类资产都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以后我们再看到民应该如何处置。如果当你想不清楚的时候，不妨把它放到我讲的这个框架里面来，那你基本上你心里就有一个数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投资有点帮助。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下期再见。